Hello，大家好啊！欢迎来到2022年的11月20号。哇，2022年已经来到了末期了啊，已经到冬季了啊，入冬了啊。11月20号星期天晚上8点半的直播啊，我们每个星期天晚上8点半都有直播。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课题来探讨。当然，我们不光是讲这个课题啊，最近很多人来问我，大家看到我的 post 啊，我看到我已经成功的哇，前一阵子啊10月底捞了好多的香港的股票啊，中概股啊等等等等啊，很多人来问老师，你不是不看好的吗？你觉得大跌还没来吗？这个股灾还没来吗？那到底这个我的看法是什么样？为什么我还是不看好啊？为什么还是不看好？但是为什么又是在10月底捞底啊，赚了不少钱啊？所以今天给大家探讨一下，到底这个中概股和港股的牛一来了吗？美股又怎么样呢？都会今天晚上探讨一下，好吧？所以呢，一开始也是如果是新朋友的话，给大家马上介绍一下啊。我们星期天晚上的直播呢是时间比较长一点，也比较互动一点啊。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留言区写下来留下来啊。我到最后有时间的话，我的队友会把一些问题显示出来，我会回答一下啊。当然有什么讨论的也可以互动一下，讨论一下那我也会回答一下大家在不同的 YouTube 的视频或者 Facebook 的 post 下面留的言问的问题我会选一些来回答一下大家那星期五晚上呢上传的那个视频呢，一般来说是10到20分钟左右的。会是一个制作精美后期还有很多制作的，而且每一次从选的题目到拍摄都花了不少心思的，我叫大片，好吧？所以呢都是在这个频道里，希望能够分享我投资了30年的经验，帮助大家这个首先要避开股灾所以今年我是拍了特别多的片，因为在今年的年初，去年的年底开始，我就看到这个美股是当时是很高了所以当时就希望帮助大家避开股灾。当然呢，我的风格，我的投资赚了好多的钱的地方，也就是寻找十倍股，所以也想把这个寻找十倍股这个概念带给大家当然，在我的GMT 的内部的这个每周的指导里面，还有深度的研究里面，我会个别的股票再深入的给大家做分享但是在这个公开的场合里面呢，我是不会谈到个别股票的因为以前试过，给了一个就算讲了一个很好的股票，但是买卖的时间点、买卖的价位不对对这个买的人对这个买股票的认知不够，情绪控制不够的话，到最后如果输了钱的话。我就觉得不好意思了，对吧？所以在公开的场合是不会谈任何的个别股票的但是到了这个后边的 GMT 里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十倍股的深度的研究，最主要还是那个出发点是作为一个案例，给大家看到不同的十倍股是用什么的方法去这个分析去捕捉使到大家也有能力在不同的市场，我们的同学是五湖四海那好多的国家都有那我不可能在所有的国家所有的股票市场里面找到所有的优质的十倍股所以大家也欢迎学了我的方法之后找到了好的十倍股来，大家一起探讨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全世界找股票投资的回报的机会了，是不是？OK， 那好了那今天呢也是要特别讲一下最近好多好多冒我牌的这个冒牌的账号出来了那肯定为什么他不去自己做，要冒我的牌呢？对不对？最主要就是哎呀，大家好像。给大家一个幻想，因为可能七爸爸的看的股票的眼光也是蛮准的所以他们觉得，哎，你进来我们给你一个号码啦然后你去买的话，正就中了他们的圈套给他们骗的要不然他们不会花这么多时间的。所以大家记得，除了七爸爸.com 之外，还有 Facebook 我那个账户，还有我这个七爸爸张志云还有就是那个YouTube 这2个账户之外。
其他的都是假的 ，OK。还有一点啊，你看不到我的，可能是假的啊。还有一点，如果啊，我给你一个号码，你相信我买了就可以发财了，这肯定是假的啊。认识我的话都知道，就算来到了我的 GMT 里面，我都是叫大家要学习，先要学习，学好了再投资，而不是说，哎，相信我了就买这个股票吧。如果有任何地方说，哎，相信奇葩爸爸就买这个股票吧，这一定是骗子，一定是假的啊！千万不要任何人啊给你一个买卖建议你就接受啊！也正是这样啊，今天大家可能会发现我在下面底下有多了一条东西啊，这个东西呢我们一会儿再讲解一下为什么这个星期开始加的啊。那所以啊，骗图其中一个伎俩，也就是把大家拉进不同的股票群组，其实呢其中的伎俩就是他们做一个趋势出来啊，左手卖给右手，右手卖给左手 ABC， 这样买来买去买来买去，把这个股票不断的炒上去，不断炒上去，炒到了很高很高位的时候，然后大家进去的时候，他说：“哎呀，相信我了，这个有很多的理由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个股票会涨啦，怎么样怎么样啦。”然后你买了之后你在高位接了货之后，可能这个股票可以在单日一天之内跌80%，跌90%，跌因为这些可能根本没有任何的基本因素来支撑他们的，或者有基本因素的话，这个价值是非常少的。但是你不会去分析的话，你不懂得它的股票到底好不好的话，那很多做这些的都是用垃圾股，因为他们便宜嘛你在高位买的话，一下子就亏损了90%了、80%了、90%了等等等等啊。所以呢，也是借着这个机会，我这个是在1年前，去年的下半年的时候，也是告诉大家在特别要小心在虚拟货币里面，很可能是有这个拉高散货 pump and dump 的一个现象出现 ，OK， 这是去年告诉大家的这个希望大家要小心币圈里面虚拟货币币圈里面我不能说这个比特币永远没用，我不能说这个货币没用就是我说没用，得罪了好多人因为好多人在买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真的要小心，不要去高追我们看到去年6万多的时候好多人都还在高追那现在已经跌到了16000了从6万跌到16000了，对吧？中间还有好多的都是这个交易市场倒闭啦，有些资产拿不出来啦，所以币圈在过去1年损失了很多了那所以大家千万要小心这一点其实呢，这个庞氏骗局典型的庞氏骗局，我们先讲讲什么是骗局 ，OK？ 骗局就是我们去把钱打到一个地方，不是去因为这个公司这个企业拿了资金之后去做生意赚了钱回归给股东，这个庞氏骗局的骗局是怎么样呢？就是用新的人进来的钱去让以前进入的人benefit 赚钱所以以前进入的人，先进入的人是赚以后进入的钱，对吧？那你觉得，那我就早点进入了早点进入之后再叫多点人来进入了，这样的话我不就赚钱了吗？是不是那当然了，这就是老鼠会啦、金字塔啦或者是 Ponzi scheme 啦，到最后有崩盘的一天崩盘的时候原来什么的钱都不见掉了，原来那些钱都不见掉了所以呢，08年的时候有马多夫，现在有BSF这个薯条锅这个Sam SBF Sam Bankman Fried 被炸掉的银行人 OK 所以其实去年我拍那个视频的时候，为什么我会拍那个视频呢？因为我发现很多在这些个人培训或者个人成长的行业里面的老师，突然之间都在讲这个虚拟货币为什么后来我想想这个诱惑很大了，因为你如果几万个人在相信你的、看你的视频的、上你的课程的，那你就告诉他哇，现在这个比特币是个新的东西了这个虚拟货币是新的东西了 ，NSF 是一个新的东西了，什么原因啦？你看谁又做成了 billionaire 了，谁又做成了 millionaire 了，多少钱了，对吧？
学生会相信老师，那就跟着去买啊。那些老师当然是事先买好啊，先不要说有没有人给他钱去讲啊，就是那些老师先自己讲好啊，买好了，然后不断的买，不断的讲，不断的讲，很多人涌进去买了那些货币之后，那个老师自动就赚钱了，对不对？算不算合法啊？算不算犯法？好像没犯法，对不对？我只是表示我的意见，我事先买好了，表示我的意见，大家进来了，把那个货币推高了，我就放掉了，我赚了钱了啊。当然，这个道德上是不行的，对吧？因为起码啊，我觉得这个虚拟货币对我来说，我看不到价值，我不能告诉大家虚拟货币很好嘞，大家去买了，然后我事先买好了，在高位的时候放出来套现啊，这个我做不到啊。但是我知道有很多的人是抱着这个心态去讲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当然这个很多的这些网红啦、KOL 啦，他们是收钱去推广 promote。推广一样东西的啊，特别是虚拟货币，我们看到这个SBF 啊，他们有给钱那些这个运动员，有给钱那些网红等等等等啊，拍了好多的难以置信的哇 ，earn to give 哇，看了之后，这个人又是吃素的，又是对动物这么好，又是对地球这么好，还是要赚很多的钱捐出去，哇，这个人怎么会骗我啊？是不是啊？所以大家要小心这些啊。当然，这个我不是要得罪任何人啊，真的啊，这里面有好多的人，我不是针对任何一个人啊，但是有好多的我不知道他是无意的做还是有意的做，其实最终的结果就是让很多相信了他们的人在过去12个月输了好多的钱，有些人是把所有钱都输掉了啊，特别是相信他们的人一般来说这个财商的投资的风险管理的等等等等的都是比较脆弱的，都是 all in 都是借了钱又涨了这么快，对不对？all in 涨了这么快去做的，到最后输了好多的钱啊，所以呢。你看到我不是最近才说的，我在去年1年前说过，我在今年的3月4月的时候说过不买虚拟货币。另外，我在最近的上个礼拜的那个YouTube 也讲过不买虚拟货币啊，所以也是每一次讲完之后，下面的黑客留言，好多人在这个很黑我这个来摸黑啦。不喜欢我了，等等等等都是所以呢，之后我也减少了在公开场合讲，因为何必呢，对不对？我也没有收大家钱要来告诉你不要被人家骗啊，你硬着要被人家骗，那没有跟我无关了，对不对？但是在我们的 GMT 里面，我更加深入的解释了，因为到了 GMT 里面，大家真的是付了学费来跟我学习的。我教大家为什么虚拟货币，我感觉到背后的价值是零，OK 当然这个是我个人意见了就不想得罪任何人，是我个人意见了，好不好？我只能说巴菲特说所有的虚拟货币给他要他付25块都不买，那我说是给我所有的虚拟货币，我1块钱都不买少过1块钱我就随便了拿去吧，1块钱可能就1块钱来买了，好不好 ？OK， 那所以还是那一点，带出一点就是一定要学习投资，一定要学习这个怎么去风险管理，怎么去看穿骗人的东西所以呢，如果你不投资的话，你会在市场里面交学费，而在市场里面交学费是很贵的，而且是很冤枉的我们看到右面那里那些散户个人哇借钱，特别是有些网站还教你在 FT 上面最大的杠杆是100多倍那有些人是杠杆50倍。就是用1万块炒50万的虚拟货币，对不对？涨上去的时候当然很爽了，几百万了，我做了100万富翁了，对吧？但是呢，永远这个泡沫会爆破的，而且你在赚钱的时候是不舍得走的所以到最后把家里的人的钱都没有了，都输清光了包括有一些这个虚拟货币交易场所关掉了。
或者是有些钱包被偷走了，这个虚拟货币不见了，那怎么办？有些虚拟货币被打劫了啊，你去报警察的话，警察说，有没有什么证据这个是你的？你拿不出来的，是吧？这个虚拟货币、加密货币背后的 blockchain 本来就是去中心化啊，所以你去报案的时候，怎么证明这是你的？都证明不到啊！一旦被偷走的话，这个虚拟货币证明不到是你的，对吧？那我们不说那些个人了啊，有没有想象过？我们想象当中的专业的基金的经理，专业的基金经理，起码应该念过一个 MBA， 是不是啊？起码应该这个高薪厚职，年薪100万啊，港币100万啊，可能20万美金以上啊！你真的做了高级的那些经理啊，年薪100万美金的专业人才，怎么没有做过 due diligence 啊？没有做过这个研究这个投资之前的研究啊？我们来看一看啊，哪些中软银是很出名的风险投资，对吧？BlackRock 哇，这个全世界最大的这个私人银行 BlackRock 啊，还有我想象不到啊，淡马锡Tamashi 啊，这个是新加坡这个国家的基金哦，国家的这个这个国家资产的基金哦，这些都是我想新加坡的应该是很专业了，是不是啊？包括还有加拿大的这个退休基金，教师的退休基金都输得好惨。这个这个当然发生了之后，哇，这个没有做账了，那个私人交易了，这个不行了，那个不行了。本来这个虚拟货币就是一个很虚的东西，你再找一个这个小伙子，这个什么都没有的就给了他几个 billion 的钱哦，我这真的是我都在想，这些基金经理怎么去请了一些什么样的基金经理啊？是不是？OK 那当然，所以一样的啊，基金经理也会输钱。大家还没有学过的话，那真的要先学习，好吧？所以呢，今天开始我在下面也写了我们在这里星期天的直播时间有限，大家初步认识七八把当然你可以看我的 YouTube 可以看我的这个直播，对吧？但是我觉得是不够的讲老实话是不够的我尽量在这个直播的时间内，在 YouTube 的时间内给大家最大的价值、最大的学习我不会给你什么号码去买吧，相信我去买吧，不会都是希望在有限的时间内给大家最大的学习，但是是不够的 OK。所以你要在投资市场里面要赚钱的话，真的要好好去学你随便找一个好的老师我 unfortunately 很不幸，外面的有好多人，谁都可以开股票班，谁都可以乱教一大堆。我真的上过很多的，我去看过，因为原本我是想帮我儿子找股票班的，看来看去没有一个好的，结果只好我自己来开一个这个股票班来教。这是2014年的时候所以好多是乱来的，都是does not make sense 解释不了不合理的，好吧？所以呢，在这里虽然最近有人说，哎呀，看了我的直播也赚了好多的钱了那恭喜恭喜但是我不想给大家有一个错误的幻想，好不好？不要说，哎呀，看了这个直播就能赚钱真的要学习，这是我想给大家说，真的要学习所以在这里所有的意见只是免费的意见，我也没收你钱，是不是只是免费的意见，仅供大家星期天晚上或者whatever time什么时候大家这个上 YouTube 也好 Facebook 也好看看娱乐一下吹一下吹水香港叫吹水，吹一下牛，侃一下这个谈话不构成任何形式的买卖建议或者投资建议还是唯一一个建议就是要投资，你一定要先求知，一定要先学习找一个一定要找，我觉得一定要找谁你自己去找吧，对吧？一定要找一个是正确的投资方法能教你的那个老师，你能找到巴菲特very good OK， 你能找到Howard Marks very good OK 总之要找一个很好的老师，好吧？因为真的学会了就是想用一辈子如果你要做律师赚钱那要不要上这个法律学校？
要上几年啊？要上几年，对不对？你要做医生赚钱，要不要啊？这个去医学院，是不是也要，对吧？同样的，你要在股票市场里面赚钱，你要听一个号码，随便问一个大师，可以告诉你不可能，好吧？所以大家来问我啊，有时候很少回答大家，就是不想养成大家的一个习惯，好像就问了一个号码之后就哎呀能赚钱了啊。当然你问了之后，我有时候会解答一下，但是不会是就给你一个简单的答案，而是去刺激大家再思考下去，好吧 ？OK， 那好，今天我们马上讲讲现在有几个大的新的趋势发生的事情啊。第一个，先讲讲英国，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英国的网友在啊？英国呢，前2个月那个 Trust 这个卓慧思，香港人叫卓慧思 Trust 还是要说要减税，对不对一说要减税，那个市场说有没有搞错啊，对不对减税不死了吗？死这个你懂不懂经济的？所以英镑大跌大跌是吧 ？Free fall 跌得好快啊！这个英国的国债也是大跌，因为整个投资者是对英国是没有希望了，逃快点用脚来逃用行动来投一个不信任的票。那这个Trust 这个前首相做了44天就下台了。首先他是把他的财相这个财务大臣砍掉了。砍掉之后还不够自己也被辞职了。OK，辞职了之后新的首相上去之后找了一个新的财相，马上不是减税了，是要加税了马上要加税了那我其实教这个房地产的课程教了10年10年当中呢，我讲民主的国家里面加税等于是自杀。OK， 民主的国家里面加税等于是在政治的这个 career 政治的这个途径上是自杀。OK， 那当然那个 trust 减税也变成了更快的自杀，对吧？但是加税肯定是not popular， 一定是不会是很受欢迎的那为什么新的财相一上来，新的首相一上来马上加税呢？我们看一看就知道。这也是我讲过的美国也是这样，日本也是这样这个英国也是这样。问题出在哪里？因为现在是在加息的年代，对不对？现在在加息的年代里面，英国、美国、日本这些国家以前已经是累积了大量的国债，包括那些欧洲五国这个 PIGGS OK 包括一些小的国家斯里兰卡，他们的外债欠了很多，他们的国债内部的国债也欠了很多。那现在美联储加息，他们要付的利息支出就会马上上去，对不对？如果你是供楼的话，你的那个按揭的利息没有 fix 没有固定，是会上去的话，以前可能供1万块一个月，现在可能要供2万块、3万块一个月了就这样上去了，对不对？香港的那个从0.1% HIBOR 一个月涨到了现在4% 左右了所以涨得好快 ，OK， 涨了好几十倍所以呢，英国也是一样，作为一个国家也是一样，以前靠着低息还可以吊盐水吊命这个还可以有财政的尺子来吊盐水吊命，但是现在美国加息如果欧洲、英国、日本不跟着加的话，就会看到它的汇率贬值日本不跟着加，所以我们看到日元今年是贬了好多，现在虽然是反弹了一点点，但是是贬了好多，对吧？英国也在贬，也在贬的情况下，它一定要跟着去加息，跟着去加息还在贬，如果不跟的话，它是贬得更快明白了好了，英国一加息，它的国债就就死了，就卡在那里了，对吧？它的国债的利息支出可能已经翻了个倍或者是翻了2倍。OK， 还有一点它不是说现在马上翻了倍，因为以前已经发出来的10年国债啦，那个 rate 已经 fixed 了。以前的国债可能是1%、2%，这些已经 fix 了所以它是这个赚到了以前是赚到，但是新的国债这要发的时候，它的这个国债利率就要到了4%、4点几个%就上去了。那这样的话，
这个冲击啊，还不是马上来啊，不像我们供楼的话，哎，这个利息马上上去了，我们供楼的款全部要上去，因为在香港是 adjustable， 是这个跟着那个 HIBOR 走的啊。那英国起码就是旧的债，它的那个利息不会上去，但是它旧的债会有到期的一天的，对不对？3年债、5年债、10年债都有到期的一天的。如果现在利息涨上去，而且如果像美国说的啊，会在高的利息的阶段停留一段时间的话，起码停留1年的话，那它这1年内所发的债息就会很高，它的利息的支出就会很高。如果是停留在高息上面一段时间的话，这个国家很可能会违约。是不是道理很简单？是不是啊？因为他要再发国债的时候，它的利率就要上去了，要不然没人买了啊。利率上去之后，它每年要出来的这个利息的支出就要增加了，而且这个是以后发生的，现在还可以没有马上死，但是这个一旦这个发生了之后啊，我们可以预计到英国的利息支出，不光是英国，还有其他的只是日本现在还没有加息啊，但是英国已经发生了，还有其他的国家，如果它的债是高的话，一旦这个发生的话，它的财政的困难或者财政的赤字一定会上去，所以英国会加税。那加税之后也是不利经济的，因为加税就从企业的账里面放到了国家的账里面，从个人的账里面放到国家的账里面。那企业的投资少了，个人的消费少了，经济会更衰退，然后经济更衰退，税务收入会更少。英国的政府要更加的加税，是吧？所以这是个恶性的循环啊，暂时没办法，因为还要加息啊，所以这个恶性的循环已经开始了啊，所以大家呢，在这个情况下，英镑、英债英国的股票都不是太好。OK，好了那 on the other hand 还好地球有全世界，所以我们一定要全世界去找机会啊。所以在地球的另外一个地方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的问题是走在美国前面，它去年房地产已经爆破了，美国现在的房地产还刚开始，还没有真正的爆破，是刚开始有这个非常大的困难正在出现 ，OK， 但是中国大陆的这个房地产是在2年前，就是2年前有可能是等于美国的明年，明白吗？OK， 所以呢，去年中国大陆是非常糟糕，今年的上半年中国大陆的这个房地产是更糟糕。去年已经是非常糟糕了我们看到恒大啦，很多的已经违约了这是去年2021年，到了2022年是更糟糕，OK。然后我也在2022年的有之前上半年有些 YouTube 的视频里面有讲过，虽然很糟糕，我觉得中国政府是有能力通过它的货币政策也好，通过它的其他的买房政策也好有能力大家还记得中国是个行政主导的一个政府，它可以用行政命令来做一些事情的所以这个是西方民主国家做不到的，它可以一下子要把旧区重拆掉重新建，它也可以叫其他的一些措施，银行贷款谁谁谁做什么事情所以呢这个困难最困难的时候就要下重药，越下重药这个以后这个反弹就越厉害，明白吗 ？OK， 因为这个药有个滞后的效应吃了还没好，再吃多点还没好，再吃多一点还没好，再吃多一点好，当这个药力发生的时候不得了了，这个时候就不得了了，情绪高涨了 ，OK， 所以呢，最近这个楼这个内房股已经涨了100%、200%涨了好几那当然，因为是之前跌了好多，之前跌了好多我有几个股票，我最近有买好多的内房股当然涨了好多，涨了
一倍之后也放掉一点啊。那整体来说我赚了钱已经是过去式了，对吧？我们展望未来的话，我个人觉得呢，第一个，中国内房股有很多的机会在这里，因为现在的股价好多的公司的股价还是相对它的资产有很大的折扣 ，OK， 但是我们要非常小心。去寻找哪一些是不会违约的啊？我个人觉得现在违约的机会是少了很多，因为有这么多的政策来帮助啊，所以呢，在这个违约的政策少了很多违约的风险少了很多之后，现在可能是机会，但是短期内涨了这么多，虽然现在这个价格还是相对还是便宜的啊，但是短期内涨了这么多，我个人觉得短期内有很大的一个调整的压力。一旦它要调整一段时间之后，哎，那大家就要密切留意了，就是个非常好的机会，再重新特别是如果你还没有太大的资金在房地产里面内房里面或者像我已经有一些已经赚了一点钱了。卖掉了，那它在跌下来的时候，我绝对会买回来，再买回来。我觉得长期来说的话，买内房股要比现在我自己去中国内地买房子要更加值得投资。作为一个投资价值的话，更有投资价值，好吧？当然这是我个人意见每个人对每个投资工具都有不同的意见的是可以有不同意见的反正我们也下面说过了，对吧？免费意见仅供娱乐和吹水之用，OK 并不构成任何的形式的买卖建议OK， 好，那我们又讲到了港股港股和中概股这不是我讲的是现在Morgan Stanley 或者是Bloomberg 最近有正式的说这个香港的股市进入了牛市什么叫技术性的牛市？就是当一个股票市场涨了超过20%了。这就叫技术性牛市OK 好像听起来这个名字好技术性就很简单嘛，你涨了20%了就很牛市了，就这么简单这叫技术性牛市你就不要跟我来争了，到底是不是牛1啦、牛2啦、牛3，这叫技术性牛市，因为已经涨了20%了 OK 以上了那当然了这是港股了在中概股，美国上市的中概股涨得也蛮多的是相比同期这一段时间内美股也涨了很多，但是相对这些中概股的话，中概股要明显的涨多了几个倍，对吧？几倍所以呢，这一次在11月这个牛市的反弹。牛市的第一期 ，OK， 中概股和港股是领先全世界的大家如果记得我以前的 YouTube 也讲过，以前的直播也讲过我第一个讲过就是我觉得港股和中概股会首先的进入牛市会比欧美的市场或者其他地方的市场首先进入牛市我有讲过应该不止一次。第二个我也讲过，当这是好像1个月前当一个地方绝对的悲观的时候，大家都很悲观的时候，这有可能就是熊三的一个症状，特别是配合上股价的直插free fall 直插，没有人敢去接，对不对？只有跌下来，只有想卖的，没有人敢去接，所以这股价是跌了好多在我们的 GMT 内部，我还给大家看到，这叫量跌。价跌没有人敢买，所以成交很少，但是这个价格跌了很多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个熊三的迹象所以呢，在10月底的时候10月20几号、10月21号和28号2次的 GMT 里面，我都跟大家我在 GMT 里面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到底，那时候还跌得很急跌得很快很急我只说已经跌到了一个程度，就闭上眼睛壮胆闭上眼睛买吧，因为最悲观的时候你自己也会悲观的是不是GMT 同学这个大家记得就是你觉得好的话，你就不要管那么多了。做老板，现在好的话就进入了如果你只是看明天股价会涨还是再跌的话，这是叫投机。你要做老板的话我的这是在我教学的基础上分清楚投资和投机的分别的话，我就告诉大家，作为投资者的话，现在闭上眼睛买吧 ，OK 是这个分注买吧
不能保证你买在最低点，没有人能买在最低点，但是现在买是肯定熊三之后就牛一了啊，所以好了，那现在最近大家看到我这个好像捕捉到香港的牛一和中概股的牛一了，很多人就来问我了，难道你说的黑天鹅没有了吗？全部变飞蛾了吗？七爸爸不是在说熊三要来了吗？不是在说股灾要来了吗？对不对？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存在着包括未来的经济的衰退包括美国还在加息，加息之后一般来说都会引起一些泡沫的爆破这是我们讲完之后，我拍完之后马上看到就是虚拟货币的一个爆破 ，OK， 但这次的爆破是不是只有在虚拟货币爆破，还是有另外一个地方的爆破所以我讲的都没错，都讲对那我个人觉得美股还没有跌到底，没有跌够我个人心目当中觉得美股应该还继续要跌下去，对吧？现在呢，还正好是在其中一个这算熊市的时候，熊二的一个反弹一会儿我给大家看看那个图我们来看一下 ，OK。说不上到了牛市，所以在美股是没到牛市，而且美股我会耐心的去等待一下这个熊三的直差的出现，对吧？那你说熊三是不是一定会来我可以告诉你，这世界上是在投资里面一定没有一定一样东西的，OK 这个好像很押韵的一定没有一定的，OK。所以七爸爸说，在投资的世界里面，一定没有一定的，OK，所以一定没有说熊三一定会来但是呢，你问一下，如果熊三不来，我有损失吗？So what，赚少了钱，没什么损失，对吧？万一熊三来了，哇，我有很多资金了，好开心了，是不是再说美股不来熊三，我有港股我有中概股我不需要美股，是不是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要看的是全世界全世界的市场我对美股的这个看法还是维持，我觉得现在的直播率不大未来有可能会差但是呢，我觉得在香港的股票的话，已经是太便宜了那我之前在直播的时候也说了，哇，你看 PE 去到这么低了 ，Price to Book 去到这么低了，用这个月线图长期来看的话，或者这个日线图，这个 RSI 都是低到了不得了了所以呢，当时还在跌的时候，我说应该差不多了当熊三的直差来了，那熊三直差之后。就会到这个纽一了，对吧？当然早2天就是刚才那张是30号的那个10月30号的那个直播我在直播里面讲的那当然在2天前28号的那个 GMT 里面因为 GMT 的学生我有更多的时间每个星期五晚上4个小时的 coaching 给他们铺垫这个打好基础，而且有以往的所有的课程来做一个。已经大家学好了，有共同的认知了，对吧？所以提醒他们，在股灾发生的时候，一定要心定神闲，不贪不恐，把握机会，就是快点把握机会了因为当时呢，20大中国开完20大之后，一面倒的恐惧。OK， 而且呢，我再看一看大多数的西方媒体包括香港就是 Facebook YouTube 的媒体就是这个世界分2个媒体，一个是哔哩哔哩这些中方的媒体一个是这个西方的媒体，就是这个Facebook YouTube其他的媒体。OK， 在这个西方的媒体上是一面倒的对中国绝望啦、倒数啦、崩溃的时间要开始倒数啦，什么对新的领导班子怎么样啦，对这个企业撤离中国怎么样啦，中国完蛋了等等等等清零政策啦等等等等，都是绝对的悲观，绝对悲观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告诉大家。我们自己也悲观了，是不是？我们自己也悲观了，闭上眼睛，大胆的心定神闲，不要贪它明天再跌，也不要恐惧，把握机会。OK 所以当然这个是因为在 GMT 里面，我们有更加多的一起共同学习的一个基础所以呢，也是给大家看到这个时候
这一天啊，28号这一天还是香港股票最低的一天之前 ，OK， 我记得星期一再跌多了一点点，然后星期二就马上很快的反弹了啊，所以28号的时候是跌到了已经是最低了啊，28号已经跌到最低了，然后星期一的时候又跌多了一点点啊，那大家这个上过我的技术分析的话，知道跌得很快的时候不要买，但是跌了很快之后跌停了，那时候就要买了啊，所以最好的时间点就是我们所教的，对不对？跌了很快的时候不要买，跌停了就是29、31号，10月31号的时候啊，所以我们现在在学习啊。我希望就是这1个小时让大家，这个免费的平台里面也能学到点习啊！你不要说，哎呀，过去了2个星期前了，为什么你当时不告诉我啊？我当时已经错过机会了，赚不到钱了，好像没希望了。我们以后还有一辈子，对不对？一定要学好东西啊！所以我希望就这个1个小时的免费直播里面，也给大家学点东西。OK， 所以呢，跌下来很快的时候，不要去抢着接，跌下来之后跌停了。对吧？它反弹之前会跌停的，这时候呢，哎，你可以接了，你可以去捞底了，你可以买了啊。所以最好的时间点是10月31号啊，10月31号，对吧？那我们看一看啊，10月底的时候有没有绝对的悲观？我说港股和中概股啊，美股没有，所以美股还没到熊山。对不对？美股还没到熊山，现在还在大跌小涨啊！美股啊，大跌小涨，现在有好多的散户在美股捞底，所以它反弹了又一段时间了，对吧？现在还有好多的人在乐观，是不是啊？这是大众的情绪啊。那好了，说回到香港和中概股啊，在10月底的时候，哇，习近平啦，中国清零政策啦，什么什么，对不对？是不是绝对的绝望、悲观、绝望？而且这个股价配合是不是有急速的 free fall， 还有斩仓的沽售啊，包括基金撤离的时候是不问价格，全部要清仓。OK， 这个时候就是熊山了啊！这幅图我是2020年的选股5部曲里面的其中一张图。2020年就写给大家了，对不对？不是我新做出来的，有没有发生？有发生。这个时候赢家的策略做什么？去捞底，有写过在里面，对不对？你可以 DIY 7块钱的一套课程，里面就其中一张 slide 几百张 slide 里面其中一张 slide， 这张 slide 就可以让你自己 DIY， 自己去学的摸底了啊，捞底了，是不是啊 ？OK， 好，那牛一是不是因为熊山跌过头？现在港股是不是跌过头？中概股是不是跌过头？对吧？你说什么经济是不是好啦？这个新冠清零是不是没有啦？是不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发生啦？哎，没有什么好，但是主要的动力不是因为经济好，不是因为盈利的增长，那个是那个是牛二。牛一的时候在上面，牛一的时候是因为熊山跌过头。所以它会急速的反弹。我们看到整个大势在短短的2个星期内反弹24%，是不是很快的反弹啊？然后你看看大众的情绪，包括那些人问的问题，这么好吗？美股还要跌怎么办呢？中国就这么好没有了吗？就是这个会不会下来吗？对不对啊？包括不适合你这套理论呢，等等等等了，对不对？我就喜欢这些怀疑的，非常好。我就喜欢这些怀疑的我就感觉到good，大家都看好的时候我要小心了，大家都怀疑的时候我就要相信，就这样吧，就巴菲特说人家贪婪的时候你要恐惧，我说人家怀疑的时候我要相信，人家相信的时候我要怀疑，OK， 就这样 OK 所以现在市场大家看一看到了哪里？现在市场到了哪里啊？我觉得你们自己觉得这对港股和中概股来说，市场到哪里了？by the way，这套东西，刚才有个网友说在中国不适用了，对不对？这个东西我听了10几年了我刚开始在香港教房地产的时候，大家说你那套东西在美国适用，香港不适用嘞。结果香港好多同学买到了，对吧？就是说，哎呀，03年你买到了，现在不适用了。结果09年、10年、11年、12年、13年、14年、15年、16年、17年都买到，17年之后我不教了。
因为楼价太贵了，对不对？很多人就说，美国适用不香港不适用啊，03年适用现在不适用啊，又在错过机会啊，所以我最喜欢就听到，本来我的思想就是跟人家不一样，因为赚钱的就少数，富人就少数，大众都是输钱的，对不对？大众输钱的，所以我发现我的想法跟大众可能大家来看788已经有点不一样了普罗大众不一样的，哎，我很开心啊，大家要有这个这个观点就是跟大家不一样的时候很开心，OK 所以大家自己去看我不这免费的意见。仅供娱乐和吹水之用你不同意也是 very good 欢迎不同意我的意见，反正也是免费的，讲讲就是的 ，OK 好。喂，这位同学，我看到这位网友看到你买了好多好的股票恭喜恭喜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张图好不好？那我们来看这些有很多人来问了那以后美股再股灾会不会把香港再拉下来熊市我觉得有这个可能 ，OK？ 如果发生什么黑天鹅，会不会再发生熊市有这个可能，绝对有这个可能，因为股票市场没有说保证你不会发生的，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在3月份的时候，那一条轨道也是非常急的其实3月份我已经觉得，哎呀，香港到了熊山了，所以我在4月份的时候，我承认我在3月份的时候看到香港的这样跌下来，我觉得是熊山了，所以我在4月份的时候我有讲过，这个牛一，香港可能已经到了牛一了。中国的股票中概股可能已经到了牛一了，对不对我有讲过到了7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些股票我记得在香港7·1回归的庆祝的前后，我卖掉了不少，因为已经涨了很多了当时这个我觉得是牛一，但是呢我也不会完全的压住，是觉得是牛一因为真的全世界的这个还要加息了，还要缩表了，经济也以后会不好了，对吧？所以这一次同样的大家看到我最近也套现了不少788不是说这个长线投资者吗？对，但是我短线的买了赚了钱也走了不少，我要保留资金如果明天它真的是牛二了，继续涨上去了。我现有的股票我很容易满足的，我现有拥有的股票，特别我那些都是10倍股都是很好的股票都会给我不错的回报所以它如果现在继续涨上去，我不会感觉不舒服，对吧？但是它如果又跌到了熊市了，哇，最近这1个月我赚到的钱，我套现的钱，我手里的资金又可以开始开大餐了吃这个餐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做人一定要开心。投资也一定要开心所以未来会不会有外来的因素比如说又发生了什么美元强美元啦，加息啦，哪一个地方股灾啦，或者中国大陆的经济又出了什么问题了，暴雷啦，把这个中概股和港股再拉到熊市，有这个可能世界上没有一定的事情的一定没有一定的事情的，这是今晚的一个金句 OK。所以呢，但是光从今天这个股价来看的话，应该是牛一了再加上Bloomberg 也说是牛一，对不对？所以这个走势跌下来这个 slope 这个斜度是很斜的，很急斜度是很急的，也是很这个就是不是上上下下很多的，是直插的 free fall， 所以它那个宽带那条 channel 的带这个宽带也是很窄的那反弹的时候也是很急的，所以它那条带不是很长的，是很急的，然后一下子弹上去的 ，OK，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是牛一 ，OK， 我个人觉得未来港股和中概股涨的机会要比跌的多大家可以帮我这个总结一下这放在这个画面上做个总结，好吧？我个人觉得未来涨的机会要比跌的多跌下来的机会多但是除非我不能保证没有股灾美国的股灾中国的什么东西暴雷那肯定也会像3月份我已经觉得是熊山了4月份觉得是牛一了，结果谁知道佩洛西访台啦，谁知道又有一些美国的
加息了，当然加息之道啊，对吧？但是我们看到美国8月份的时候开始降下来的时候啊，美联储特别的鹰派使到美元特别的强，所以到了9月份开始，是因为美元特别强，美元对人民币直线的上升，使到9月份开始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民币贬值嘛，人民币贬值的时候，这些中概股和港股是赚的人民币的盈利以后派的是根据人民币的盈利来派发的，对吧？那美元涨上去，人民币贬值的时候，导致了更多的资金撤离港股的和中概股的这个市场，使到这些股票又跌下来了然后还有一点，就跌了之后，就人越来越恐惧，越来越找理由，就是这个绝对的悲观了所以到了10月底的时候，就到了绝对的悲观。这一次的熊山是有了2个月的熊山，现在是到了牛一了，好吧？所以我个人觉得未来涨的机会要比跌的多。好，看完这个之后呢，当然了，七爸爸，因为我押注的股票是10倍股，所以这次涨的时候其实我最近买的股票涨的都是30%以上的但是呢，大家知道我有很多的股票是以前买定的，包括有一些是对冲的，我比较保守有些是对冲的，买了一些 SKKQ 亏了钱 ，SKKQ 在这段时间里面亏了钱。还有一些是买了黄金有关的股票，那黄金有关的股票这一阵子也没什么动我还有很多的什么财息兼收的中移动这些收股息的也没怎么动，对吧？但是这些是比较长远的但是最近买的那些起码有30%到50%，30%到50%这个升幅也不止，有些不止，有些也有一些是 almost double 所以呢，最近那个我这里是几千万的股票不是买了一个股票特别好，然后就把我的投资回报加快了。我这里是差不多2000万，1000你算一算的话，1800万的股票，80多个股票，基本上是一个基金了一个基金了，不可能是一个特别好，2个特别好整体的平均回报要比3个大市都跑赢，我觉得不错了，是不是？OK OK 感谢那个 CT 帮我的那个总结好然后呢记得一点大家很喜欢来问我一些股票，我基本上可以告诉大家，大家在传媒的或者大多数的人看的股票都不会是我买的股票，因为什么？不好不要随便乱买也不要买一个 ETF， 买一个指数，一定要做功课，一定要做功课去找，就是跌的时候跌少一点，涨的时候涨多一点所以跌的时候跌少一点，涨的时候涨多一点阿里巴巴的最新的那个业绩报告出来我看过，腾讯的业绩报告出来我看过，百度的我看过，找不到兴奋点，一点也不兴奋这个没感觉OK 所以我有些股票我看完是热血沸腾很开心很高兴马上想入股OK 马上想进入他的公司，拥有他一部分所以这个就像这个找对象一样，有些人看了哇马上就心仪，有些人看完之后没感觉OK 所以真的要做功课每个人喜欢的是不一样的，但是一般来说我可以告诉大家，大家想象的问的那些股票都不是好的股票，起码价格不好，谁都在看的时候就价格不会便宜了，对不对？谁都在悲观的时候我特别喜欢 OK 好，那还有一点呢，也是总结一下一定要我们买房也好，投资买股票也好，一定要因时制宜。时间每天都在变，这每天都会在发生事情，对吧？千万不要说，你不是上个月说，看这个股灾会来的吗？我现在虽然还觉得未来还有很多的挑战不太看好美股但我不保证星期一晚上突然之间看好了，我不保证星期三的中午突然之间看好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每天都在发生的东西，谁知道12月加息加多少？谁知道美国通胀下个月多少？谁知道下次哪里爆雷了？谁知道好多的东西GDP 是多少？那个公司出来的业绩是多少？对不对？我们一定要
不要给自己固定了一个策略就不转不灵活调整。OK 香港人叫轉軚轉軚就是开车子，哎，好像转方向了叫轉軚。OK 转軚就是调整策略，一定要经常调整策略，千万不要说你不是在 YouTube 里面看真正的大跌还没来吗？那是2个月前了，Come on 你不是说上个礼拜还在看淡的吗？看空的吗？对啊，上个礼拜啊 OK 假设一下好不好？大家拍一张照给我，七爸爸，我这个车能往前走吗 ？OK 我拍张照，前面直路没车没人，我说可以走我开了你踩油了，突然之间有辆车子出来怎么办？突然之间有个人出来怎么办？突然之间变红灯了怎么办？你说七爸爸不是叫我一直往前走的吗？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不懂得这个投资的话，要问意见的话，我给你最好的意见就是先学习 ，OK 人家的意见是给你做一个参考，参考绝对有价值，但是一定要自己能做决定，自己能做决定，一定要学会这一点不要因为昨天我看空，今天一定要看空；不要因为昨天我看好，今天一定要看好。随时要抱着一个 open mind 开放的态度，一张白纸去迎接每一天的股市。OK 好今天又有一个智慧给大家，保持一张白纸，不能说你不是看淡的吗？对，我昨天看淡，今天不看淡了，可不可以？对不对？我也不看好，也不看淡，从零再开始所以我的当然拍 YouTube 的时候不能说我每天都会拍的变的拍的时候都是在当时我的怎么看法所以呢经常要调整那我最新的调整的策略股票在外汇、房地产和黄金5个板块的包括美国、中国的那些看法，我在星期五上传的那个视频里面有详细的说过大家没有看过的可以再看一次可以去看一看看过的也可以看多1-2次都可以 OK 好所以呢好多的人问了现在换句话说港股是牛逼了吗？等等等等，最主要一点就是大家一定要灵活，现在我看好不等于明天还要看好 OK 明天什么事情发生了我马上不看好，有这个可能的千万不要说七爸爸你不是看对不对？像今年还有好多人说你年初看好 NVIDIA第一我年初看好 NVIDIA 的时候我有说过现在美股很高对吧？第二美股下跌之后我肯定要走了对吧？第三拜登这样对中国的晶片的封锁肯定要走了对吧？但走到最低的时候价格便宜了那我又有改观了，所以这个经常要转軚的真心的要调整策略的，千万不能说去年你不是说 NVIDIA 好的吗？今年 NVIDIA 跌了这么多了，所以我在公开场合不再说这个个别股票，就是一定会有人问我的，你不是看好这个股票的吗？对，一定要转軚，但我也不能保证每一个人都看过今天晚上这一段七爸爸说要不断的灵活的调整，对不对？他没看今天晚上的就说七爸爸你不是说年初的时候说这个股票吗？现在跌了这么多了，怎么看对吧？用眼睛看了 OK 好说完这个说美股美股呢我觉得呢现在没有买入的信号，也没有卖出的信号那我现在美股是紧紧的有100股，有一只股票100股 ，OK 那是就是觉得它还是个好的股票但是整体的美国的股票市场这不是中概股非中概股的美股我是比较谨慎的、小心的因为我觉得它如果到了下一个阻力位4095这个 S&P 500 4095这个 S&P 500的那个指数4095的时候是它的一个阻力位我会观察它。我个人感觉是它有80%左右的机会到了这个下一个阻力位左右不会马上到了那么准就马上下来，但是我觉得到了4095左右会往下调，这个时候抛售的压力就会出现这个卖出来的那些 selling 的卖出来的那些人就会出现 seller 那个股票市场就往下调 OK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但是
如果它冲破了4095了，往上走了 ，OK，那有可能呢，我们要重新画，像我们刚才那样重新画这张图了，有可能美股真的进入了牛市了。OK，现在美股还在熊市。OK，熊三没出现，我没看到熊三，但是没有说熊三一定要出现。我觉得出现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你知道啊，市场里面没有一定的啊，一定没有一定的啊。熊三不会说一定会出现 ，OK，我觉得它会出现机会很大。那所以呢，我现在还是保持蛮谨慎的啊，蛮谨慎的，就这样 OK。但如果它是超越了4095，还继续往上走啊，可能有一些好的因素了。美联储不加息啦，这个经济也非常好啦，美国跟中国又友好了，有些好的东西发生了，对吧？这个时候可能是牛市会来临，但是暂时我看不到，OK，暂时我会观望啊，所以观望的时候不要买，就是没有说一定要买的嘛，对不对？OK，好。那所以今天我准备的就这么多啊，还是那一句话，学习学习再学习，好吧？如果你想免费的学习的话，我们有一个免费的精华课程，是我们 GMT 里面抽取出来的，给大家看看如何应用低买高估啊，选股五部曲里面第一步看懂牛熊周期，做到低买高估的一些案例啊，给大家看到啊，所以这是免费的啊，也可以加入电邮啊。我也答应过到 YouTube 10万订阅者的时候会做一个10倍股的一些内容出来啊，所以大家加入了电邮之后，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如果我们做完之后，就第一时间可以收到我们的通知了啊。OK，所以加入我们电邮之后，也确保能收到我们的电邮啊。如果收不到的话，看看在不在 spam mail 或者 marketing mail 啊，有时候到了 junk mail。OK，好，如果你想自己学了一套东西的话，我把30年的经验总结成选股五部曲啊，大家可以自己去 DIY 去学，好吧？学完之后都已经蛮不错的啊，应该可以行走江湖了，但是要练，一定要练的啊。那当然，我希望大家是跟我一起来全世界寻找机会，这是最快的，老师带着你全世界去看的啊。好，我们看看现场观众有哪些问题来回答大家一下。哎，正好1个小时啊，现在时间点控制的蛮好的啊。OK，那我们回答几个问题之后大家就可以星期天晚上早点休息啊。那当然我希望大家报名啊，还没报名就报名啊。OK，富途价格已经上涨1倍了，还适合长期持有吗？第一个呢是个别股票我不谈啊，因为我不知道你富途的这个占着你整个股票仓有多少，我不知道你风险的那个偏好有多少，我不知道你买了多少啊，你是这个你怕不怕跌下来等等等等啊，我只能告诉你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客户，觉得富途是很好的一个券商啊，一个证券公司，作为客户很满意。那通常来说呢，一个公司有好的产品的话，它的前景是蛮好的。OK，一个公司有好的产品、好的服务，那它会成长，它会继续的成长。OK，那短期的股价涨和跌涨了1倍怎么样？跌了多少？这肯定会发生的啊。但是作为一个生意人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公司的服务和产品非常好啊。我们的 GMT 里面有深度的研究富途有研究，有深度的研究，还有下个星期一有它的业绩报告出来。那我们下个星期五也会在 GMT 里面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富途的买卖怎么看，值不值得买卖，好吧？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知道的话，那进入 GMT 来整套所有课程打开给你学习，然后我会在 GMT 下个星期五讲富途 ，OK？Any comments on gold and silver？ OK，我觉得呢，现在最近美元是走弱了一点那相对对真金白银稍微好了一点
啊，因为它的美金弱了一点，但是现在还在加息的年代，加息对黄金不太好那当然黄金有2个作用，哎，其实我刚刚那个星期五的那个视频里面有讲过黄金的你看回那个我已经 comment 过了，好吧？那个星期五的那个 YouTube 视频里面有讲过了OK， 我就不再重复了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那如果4095开始下跌，你觉得3大指数哪个会跌最多？猜来有什么意思？对不对？我现在都没有太多的美国股票，猜了有什么意思？对吧？把精力放在更有用的地方，好好的学习。我把精力放在学习里面，我把精力去寻找哪一个会涨10倍的非常好的股票，对吧？而不是说哪一个跌多一点，知道了有什么用？讲对了有什么用？讲错了有什么用？对不对？这个是没意思的。OK， 好，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最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因为身体是最重要的财富，家庭幸福因为没有幸福的家庭做什么事情都没意思了，对不对像美满的家庭这个然后事业有成我个人的事业是教育事业，我希望就是把我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大家来学习。我个人是很喜欢学习的所以大家支持我的事业的话，可以一起来买我的课程，加入我的 GMT，那我也希望大家的这个事业有成，好吧？那当然金钱的回报丰盛金钱丰盛，投资回报非常的好事业还不是赚大钱的，投资才是赚大钱的，好吧？所以希望大家避开股灾，找到10倍股，投资丰厚的回报，有丰厚的回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这个智慧成长人是要做一个有品位的人，有智慧的人人生5行样样都行。我们下次再见 ，OK。